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说德国《世界报》报道中德两国双边贸易出现断崖式下滑这件事。我们先看看该报道：中德双边贸易断崖式下滑15%，美国正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去年，中德两国之间的出口和进口都出现了大幅下滑。中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将取而代之。根据计算，中国今年可能失去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地位。德国政府的外贸组织德国贸易与投资局在周六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在德国对外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正在崩溃。根据这份研究报告，去年两国之间的出口和进口都出现了大幅下滑。德中贸易低迷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经济疲软、房地产危机、与美国有关的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工业投资的减弱都是诱因。德国企业也正在改变其在中国的市场战略。据德国贸易与投资局称，一方面，德国正试图避免从中国采购；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中国公司开始专注于本地市场，即以国产替代策略。这两种情况都在削弱德中贸易。在此背景下，根据德国贸易与投资局的计算，去年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减少了15%，降至2540亿欧元。美国的经济情况则不同，其发展之强劲令人吃惊。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作为德国的贸易伙伴，美国仅落后中国10亿到20亿欧元。如果这些趋势在2024年持续下去，美国将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去年，中国从德国进口的下降尤为明显。根据预测，与前一年相比，进口量下降了19%，化工产品的进口锐减70%。德国从中国进口的家具、纺织品、服装和鞋类也大幅减少。从中国进口的汽车以及零部件是主要例外，它们增加了近36%。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仍是德国第4大买家市场。然而，根据德国贸易与投资局称，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例如，德国向中国出口的汽车、化工产品和药品急剧下降。朋友们，刚才是德国《世界报》的报道，然后我们来说说德国进出口以及与中国的外贸关系。我们来看看这个图标，显示的是2022年11月到去年，也就是2023年11月一年的德国进出口变化。大体上可以说，2023年德国外贸呈下降趋势，特别是进口的下降尤为明显，大概10%左右。我在某处还看到过去年12月德国的进出口，特别是出口下降更大，对中国、对美国、对瑞士等国家的出口都大幅下降。但是德国《世界报》的这篇报道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只有中德之间的双边贸易下降了一样。另外，这篇报道的语气感觉对中德贸易大幅下降有些幸灾乐祸，而对美国可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好像又特别期待一样。归根到底还是意识形态或者是某种种族主义的思维在作怪。虽然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性可能降低了，但对美国的依赖性却增加了。德国千万不要过早幸灾乐祸。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一旦美国特朗普又上台，可能又会实行某些贸易保护措施，比如对德国或欧洲征收惩罚性关税。另外，德国人应该问自己，为什么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下降那么多？对德国真的是好事吗？世界报把它归咎于所谓的中国经济疲软以及房地产危机，这真是可笑的逻辑。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去年比上年增长了5.2%，而德国则负成长了0.3%。经济萎缩的国家嘲笑人家经济大幅增长的国家，这要有多不要脸啊！文中说，德国正试图避免从中国采购，估计这是由于德国交通灯政府配合美国与中国脱钩断链的需要。而中国对稀土，比如说镓和锗的出口进行管控后，或者禁止有的稀土出口后，德国及西方国家又出来指责中国，甚至还要到世贸组织告状。我就纳闷了，既然要脱钩，那就脱得一干二净啊，对吧？
西方人有一种我们中华文化圈的人无法理解的强盗逻辑，那就是他们想脱钩的地方就拼命的脱钩，他们不能脱钩的地方却不允许、不准你跟他脱钩。这就是高高在上的殖民主义思维，就是说什么都是我们西方说了算，你都得听我的。但中国可不是德国殖民地啊，况且中国的经济早已经是德国的近5倍了。然后该文章说，越来越多中国公司开始专注于本地市场，采取以国产替代的策略，所以这削弱了德中贸易。既然德国避免从中国采购，中国不是也一样可以避免从德国采购，对不对？大家都想做到最大限度的独立自主，不对某国形成依赖，这本身有错吗？文章说，美国的经济情况则不同，其发展之强劲令人吃惊。华尔街日报报道，2023年美国经济成长了3.1%，这比中国还低。但在德媒眼里，中国的5.2%是经济疲软，而美国的3.1%是发展强劲的，令他们吃惊。哈哈，这种逻辑我真的不能理解。我们来看看文中提到的，中国从德国进口的下降尤为明显。与前年相比，进口量减少了19%，化工产品甚至锐减了70%。这最好理解了，因为德国脑残式的制裁俄罗斯能源，导致能源密集型产业，比如说化工业，撤离德国出走他国。比如德国著名化工集团巴斯夫就大手笔投资100亿欧元到中国去，也就是说近800亿人民币，在广东湛江建了一座规模超级大的化工基地，只有那些不得不从德国采购的产品才进口，而其他部分中国直接从巴斯夫中国采购，不再从德国采购。这对德国经济可是天大的坏消息啊！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该媒体好像特别高兴一样。德国从中国进口的家具啊、纺织品啊、服装啊、鞋帽等等大幅减少，这部分产业的附加值非常的低，对中国的经济影响不大。另外，中国网商，比如通过拼多多海外版 Temu 卖出的服装鞋帽，可能弥补了外国直接从中国进口这部分产品的损失。另外，从中国进口的汽车以及零部件是主要例外，它们大幅增加了近36%，也就是说超过了1/3。这对德国汽车工业并非好消息。德国汽车工业是德国经济支柱之一，大幅从中国进口整车以及零部件，在市场大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那么德国国内的汽车生产商以及零部件供应商必将遭受巨大损失，其后果可能是德国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国家税收减少、福利体系难以为继，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另外，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大幅增加，我估计呢就是电动汽车。中国汽车在德国市场的份额在过去1年内增加了1倍，所以德国人，特别是德国汽车生产商，其实是相当担忧的。所以从哪方面来看，德国都不应该对中德双边贸易的减少幸灾乐祸，正相反，他们应该感到忧心忡忡才对。双边贸易断崖式下滑，可能更意味着中国越来越多的产品能够自给自足，降低了对德国的依赖。由于没有可靠数据，我们大胆设想一下，虽然中德之间的双边贸易大幅下滑，但很有可能中国产品先进入欧盟其他国家，然后呢再转口贸易到德国。在德国日常生活中，没有明显感觉到中国制造的产品更少了，也可能有滞后期吧。我认为德国该反思，德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对德国经济真的有好处吗？可能由于德国对中国的不友好政策，中国减少从德国进口，因为让中国人对德国的观感不佳，于是呢会有一些人会自发抵制德国制造的东西。另外，德国汽车出口的大幅下降，那么德国更应该反思，是不是德国汽车的本身出了问题，比如说是不是有核心技术，电动汽车就是一个好的例子，还有比如说质量啊、性价比等等，是不是不太高了呢？总之，对德中贸易大幅下滑，采取这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其实是一种变态心理，对德国没有半点好处。我不知你们怎么看。好了，如果你们有什么评论呢，请在下面留言。那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